教你一个面对任何人都不紧张的秘诀，坚持看完，可以彻底改变你的人生轨迹。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尴尬时刻？见到陌生人面试官就不由自主的紧张，遇到大美女、大人物更是紧张感飙升到顶点，智商降到0点。明明心里话已经想得很清楚，结果一到人前，声音发抖，后背冒汗，眼睛不敢直视对方，脑袋一片空白，仿佛一瞬间所有的自信都被抽走。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以为紧张是因为自己不够自信，不够优秀，但真相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。你之所以紧张，不是因为你不行，而是因为你太把对方当回事了。庆幸的是，你不用等到60岁风烛残年时才哀嚎醒悟，现在就可以知道秘诀，并大胆享受赚来的时光，因为它能让你面对任何人都不再紧张，从而在生活中自信从容，释放你的专属魅力。在汇报时，领导们能跟着你的逻辑走；在谈判中，对方能顺着你的节奏说话。见到心仪的异性，敬畏的人，不卑微，不强硬，总能占据主动，让你从紧张、语无伦次的窘态进化到掌控主导权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，为什么你会紧张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注意力错位，心理学上叫做过度自我关注。当你面对某个人时，你的焦点并没有放在真正需要沟通的内容上，而是在自导自演一场内心戏。我万一说错话怎么办？他就没了，是不是觉得我很笨？他没看我，是不是不喜欢我？这些负面的念头正是紧张的源泉。然后你开始不自觉地调整站姿，双手无处安放，这就是给对方封神了，给对方过高的权重，抬高成比我重要的人，或者能决定我命运的人，所以就不由自主把自己放低，陷入被审判、被评估的角色里。接下来是5个顶级方法，帮助你在任何人面前都不紧张，稳如老狗，轻松自如，心态变强。第64天，一祛魅能把大神拉回凡间祛魅，能在心理上真正换掉对方的座位，把对方从高位请下来，把自己从低位拉上来。比如在见任何人之前，先给对方加烦人滤镜，想象他也会刷短视频停不下来，吃饱就蹲坑，开车被加塞也会骂人，有脸掉头发跟你没两样。给他一些日常化的画面，就能摘掉你给他虚设的光环，你给他安得高高在上的神坛就塌了。这里有一个高级认知，请你记住，世界本是草台班子，对方也只是一凡人。当你接受这个认知，你会发现那个让你心跳加速的人突然就没那么可怕了。2. 心理预演，这是搞定陌生人的万能公式，不管是相亲聚会还是商务局都能用。心理学里有个特有意思的实验，当一个人被要求去和陌生人讲话时，如果指导者提前说明对方也是第一次来，对方也和你一样紧张，那么双方的紧张水平立刻下降了1大半，交流明显更顺畅、更持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预先知道了对方跟自己是一样的状况，你的内心就会重新摆放你和对方的位置，不会再把自己放在被审视的位置上，也就是心理地位被重新拉平了。所以即使在没人剧透的情况下，在与陌生人聊天时，你也可以这样暗示自己，对于对方来说，我也是陌生人，自己不怕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3. 将注意力放在事情本身上，你紧张的根本原因是注意力放在我够不够好上，要解决它，就必须把注意力锁定在事情上，这能让你的核心更稳定。只关心主线任务，别人很难打乱你的节奏，就像有规章制度这杆铁撑在心里一样，凡事之外的你都不在乎，都无法定义你对错。比如你要当众讲话，要上台演讲时，可以在家对着镜子练习，想象台下有上万观众，而自己只需要把要讲的内容说出来，练习几遍，先梳理清楚自己负责的事，将注意力集中在事上而非自己身上，执行的时候就会更从容不迫。
4. 语言重塑心态。语言就是思维的边界，思维又能改变我们的心理感受。细心的朋友应该注意到，把下降改成负增长，就能模糊化紧张感；把死亡改成牺牲，就能把胆怯变得英勇。你看，同样的事，换一个词，大家的态度就立马不一样了。不同的认知框架直接决定了这件事情的走向，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规律来调整心态，甚至还能发现自己在这件事上的价值。比如，上班时，你不是在打工，而是在带薪学本事；汇报时，你不是在接受批判，而是在分享你掌握的项目信息；见领导时，你不是矮人一截的奴隶，而是平等的合作者。就能把的是上司能决定我的未来，改成他需要我解决问题，我需要他给资源的正确价值观。在认知成定义的过程中，你就能找到自己的价值位置，你就有了正当的身份，有了合理存在的理由，你自然不会卑微。你明白了吧？你怎么跟自己说话，决定着你的人生位置。5. 提问占据主导权。你紧张的根本原因是把自己姿态放得太低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对方是小朋友时，你还会紧张吗？你当然不会，因为你自然占据了主导权，而把自己变成提问者，就是占据主导权最简单的方式。当你紧张时，试着抛一个问题给对方，就能瞬间心理上位。比如在面试时，你可以主动提问，您最看重候选人哪个方面的能力？这不仅能展现你对岗位的思考，也能帮助你掌控面试的节奏。在与上级汇报时，试着问，如果您是客户，你最看重哪个环节？可以让对方思考自己的需求，避免指令模糊，并无形中让你在决策中占据主动地位。在当众说话时，可以问观众，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何看法？这样的问题能有效降低你自己讲演的压力，同时拉近与观众的距离，调动互动气氛。每当你抛出一个问题，你就自动站在了主位，对方进入了思考和回答的模式，而你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呼吸的时间，可以冷静思考下一步如何引导。此时注意力自然从自己转向了对方，紧张感也随之消失。最后，你不用踮脚看人，紧张其实并不是你不行，而是你一直在无意识地把自己放低，把对方抬得太高。今天这5个方法，见人上台学新东西都能用，明天先试一个。比如见人前先想他也会掉头发，回头来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没那么慌了？